经常有很多人会问什么是阴德，积阴德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早在汉代的道家经典《淮南子·人间训》就有阴德者必有阳报，有阴行者必有昭明。积阴德是道家天道成父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广积阴德必将得到神灵的赐福。阴德是指不被人知道，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就是你做了善事好事，别人不知道，就叫阴德。对于阴德，民间称之为阴志，道家劝善书中就有文昌帝君阴志文，无论人们做好事或坏事，都会报应在自己和亲属身上的，正是近在己身，远在儿孙。在易经中有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德不积，不足以灭身。多做好事而不沽名钓誉，才是阴德。什么是行扬善和积阴德？善行都是积善，若复经而言之，则善有真有假，有端有曲，有阴有阳，得有阳德与阴德之分。何谓阴阳？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阴德是隐藏的德行，与阳善的公开行善是相反的。在阴德的阐述中，佛家以因果业力解释，而道家则用成父解说，二者之间虽有差异，但劝人向善的动机总是一致的。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这是真善。阴德就是无所求的成就好事，阴德就是面对他人的冷漠、奚落、歧视，心不挂碍。阴德就如赵氏孤儿离舍身救赵武的公孙杵臼，以及牺牲亲生儿子的程婴，他们福中锄奸不求回馈的阴德令人称扬。古人的联俄不点灯，魏蜀长流犯是积阴德，分州镇积是积阴德，筑桥铺路，凿井引水，点灯施茶，捐棺义葬，急难救助是积阴德。功成不居，不称己善，不扬人过，更是阴德。见人危急，勇于搭救，甚至随手捡起地上垃圾，使人不致滑倒，也是阴德。乃至于给人喜悦的面容，令郁闷者一笑解千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心用心，让领导者安心，同事们欢心，都是积阴德。积阴德是给人，但不为人所知；是为人，但不为人所明。阴德就如播种，只要播土下种，就不怕将来没有收成的机会。司马光在家训中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历史上曾有多少将相文豪、富家商家留下偌大家产，即使没有所谓的败家子，但在始终无常变幻的时代中，想要守好家业都是极为不易的。金钱田产能保子孙几代，君不见
这世上又有几家是代代相传的百年老店、百年家业？所以过去的大智慧者都懂得为自己、为家族后世积阴德才是上策。如司马光这样智慧的前人都重视积阴德，真正积德是随缘去做，做完放下，定能收获真正的福报。经典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某日，大德带了迦摄与阿难一同行脚，临近中午时分，就在路边的树下休息。大德见不远处有块瓜田，就请阿难尊者去化缘西瓜，让大家解渴。阿难来到瓜田，与看守瓜田的年轻女子商量，不施个西瓜。可是话未说完，那女子便恼怒地拒绝了阿难的请求，并恶言恶语地要阿难赶快离开。阿难失望地回到树下，大德一点不惊讶，微笑着对迦叶说：迦叶，换你去化缘。阿难心想，那女子不肯布施，迦叶去又能如何？迦叶心里也没多大把握，但心知大德的一言一行皆有深意，便起身前往瓜田。没想到那女子见到迦叶尊者，就很高兴地站起来向他顶礼，并询问尊者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是否需要食物供养。迦叶还未开口化缘，女子便主动挑了个最大最好的西瓜供养尊者。阿难见状十分纳闷，大德即为两位尊者讲述背后的因缘。数万大劫前，迦摄与阿难同为出家人，两人经常结伴去行脚参访。一天，阿难走在前，迦叶在后，行经的道路上正好有只死猫，时值盛夏，死猫尸体已腐臭，身上满是虫蚁。阿难见此，立刻捂住鼻子，匆忙地离开。而迦叶看到死猫后，则慈悲地为他受三皈依，并在路旁挖了个坑洞，将猫埋葬，祈愿他能早日超生善道。说完过去生的因缘，大德便对两位尊者开示，瓜田中的那位女子就是过去的死猫投胎转世而来。因为当时迦叶为其皈依祈愿的关系，所以得到人身，因此他一见迦叶就心生欢喜。而阿难因为一念嫌恶之心，如今不但化不到缘，反而还遭嫌厌。听完大德的开示，两位尊者更对因缘果报的道理深信不疑。所以无数智慧的前人，他们用毕生的经验告诫后人，积德无需人见，行善自有天知。那些不起眼的小事，无人知道的好事，生命轮回中结下的善缘，这就像季节到了，花自然会开，你种下的善因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和福报。远离魔障。悟真篇中说，若非积行修阴德，动有群魔作障缘。道光曰，魔障在彼，修持在我，阴德既弘，灵丹可济。如果人想修道，但是缺少阴德，一修就会有群魔阻道，
而有阴德深厚，就金丹有望。二、贵人相助。唐太古妙应孙真人福寿论中说，人若奉阴德而不欺者，圣人知之，贤人护之，天乃爱之，人以悦之，鬼神敬之，居其富而不失其富，居其贵而不失其贵，祸不及也，寿不折矣，宫节之患去矣，水火之灾除矣，必可保生全天寿矣。如果你想保持你的富贵，或者使你想过得好一些，则需要积累阴德，这样才能得贵人相助，得上天帮忙。三、子孙昌荣，远离恶道。吕祖全书中说，为善事者必享福报，积阴德者子孙荣昌，不舔天物，不似盗淫，不毁正教，善事也。救死扶伤，急人患难，无纵淫，贼阴德也。不做善事，不积阴德，则恶道无所不入矣。阴德深厚，子孙才能昌盛。而积累阴德的方法有不舔天物，不似盗淫，不毁正教，救死扶伤，急人患难。如做人无恻隐之心，则毁伤阴德，这时恶道就会接近你。四、降服恶鬼。真仙真旨语录中说，阴德伏鬼，阳德伏人，人有阴德鬼邪惧怕。五、能避祸患。玄天上帝百字圣号中说，君家阴德合天门，虽小烟流祸不侵。人有阴德，自然可以远离祸患，接近福报。或许有朋友要问，激阳德心不行，能否也有好效果？阴德天报之，阳善享时明，明亦福也。明者造物所忌，使之享圣明而实不富者，多有其祸。人之无过就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危矣哉。阴德是做好事而不为人们所知道，上天会加以赐福；而阳善则是做好事让人们知道，得到群众的称赞而享有盛名。有人会说，阳善享有名声，得到掌声、恭敬、礼赞、鲜花，媒体上刊登事迹，闪光灯聚集在身上，不是很好的事吗？这个名声确实也算是一种福报，但是这个名却是老天希望大家能戒除的。为什么呢？因为名也是消耗福报的一种方式。做了善事，宣扬功德，炫耀自己，功德往往被损耗，好像钱花出去钱就没了，你把这个名气的福享了，也就等于消耗了部分福报。所以说，阳善只是得到一个形式，这个福报你一用没了，而且这个名老天不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使之享盛名而实不富者，多有其祸。人世间享有盛名，但言过其实的，大多会有其祸。现今社会，我们仔细去观察，会发现很多现世报知名度很高的人，如果他没有实德，往往会遇到意想不到的灾祸。
名誉超过了实际的功德，就有其祸。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念头不正，都是求名的心，努力了半天，就希望别人宣扬一下。做善的祸就是这么来的，我们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做善求名，我们求名的那个心，是想得到恰如其分的那个名，还是名过其实的那个名？人之无过，就横被恶名者，子孙往往骤发，阴阳之际危矣哉。相反，一个人清白无辜，被人恶骂，被人冤枉，看起来委屈，殊不知他无始劫以来的罪账都报掉了。子孙往往很发达，公众号四汉天师府。宋朝的大政治家司马光说得再透彻不过了：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所以阴阳之计很微妙，阴阳之计讲的是循环的道理，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盛极肯定是衰，险要至极是祸患。广积阴德，命运必转。阴德即上德，阳德即下德。上德之人，人前背后言行一致，不欺暗室，不窥屋漏，可以慎独。下德之人，行善功利心重，斤斤计较，念念不忘，是小善。至于虚情假意行善，做表面文章的，那就是伪善了。所以《道德经》说：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许多圣贤仙人告诉我们，积阴德，积善果，那永远都是你的，别人是偷不去、抢不走的。你阴德积的久，积得多了，后面的福报也大，甚至还会福泽你的子孙。所以我们做些好事，最好不要宣扬自己，故意让别人知道的道理就在这里。阴德不是为了自己而做的善事，这样得的福报才大。积阳德别人知道了，善德不如阴德积得住和留得住。如果修心修行不够，或造点小恶，随修随报，到后来好的善果就没有了。所以只有多积阴德，德才能积得住，也留得住。俗话说，人做善行，人做善事，天地良知，必有福报。所谓的善行善事，指的就是积德。人积德越多，福报也就越大。太上感应篇说：故及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3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3恶，3年天必降之祸。一个人命运的好坏，与平常自心的善恶与积德结缘有关。修善积德，就是为自己创造善因善缘，或拂灭罪的机会；或人恶营，就是为自己造作恶因恶缘，轮回受苦的因缘。古训言：立荣名不如种引德，创造好的荣誉、高的地位，不如培植阴德。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要改变命运，就看你如何积阴德了。说到这里，相信每个人都想自己的人生得福，但是对于如何积累自己身上的阴德，就知之甚少了。佛说命由己造，每个人的命运如何，其实都把握在自己的手中，是自己造业的结果。一个人的阴德积累多少，由自己的言行习惯造成的，而阴德厚重的人身上有着4大特征，看看你占几个。一、心量特别大，不计较。佛家有个词，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一个人的心量有多大，他的福气就有多深。心胸狭隘的人没有什么福报，内心的宽窄决定福报的深浅。凡是爱计较的人，他的贵人也必然很少。为人太刻薄，都是损耗掉了自己的福气。我们应该多学学弥勒佛的智慧，大度能容，开口常笑，放过一切伤害，不折磨自己，不怨恨他人，随缘了缘，广结善缘，这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凡事要多些忍辱，忍辱波罗蜜便是妙中宝。忍辱是修行的大智慧，若能修此境界，则人生多有成就。人生不会总是顺风顺水，逆境更能考验一个人的心性。多些包容与善意，你的人生自会锦上添花。二、不说人非，口业清净。人的嘴也是自身的一种风水，嘴上无德者，他的人生也不会有福。有句话叫嘴是伤人斧，言是割心刀。出言要有尺，戏谑要有度，待人接物要以礼相待，不要造口业伤害诋毁他人。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施与他人恶语，损的也是自己的福。人总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为人处事多些善意，不说恶毒的话，不伤害他人，命运自然也会善待你。不论是个人还是家庭，要想多福报，就要学会善护口业，谨言慎行，不造无妄之灾，才能避免祸从口出。三、不生邪淫，内心清净。常言道，饱暖思淫欲。人在无事的时候，就往往一生淫欲，这个恶习一定要改掉。淫欲心越重的人，往往面相猥琐，相由心生，他的内心也是邪恶丑陋的。佛家常讲一切为心造，人生的一切福祸都是自己内心的力量感召而来的。你的心是什么样的，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你心术不正，心不清净，自身的能量就会很差，福报也就薄了。内心光明清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佛光普照。自己心不光明，指望佛菩萨也是妄想。三界轮回淫为首，六道往来爱为基。淫心不断，苦恼不休，断淫离欲，方得解脱。四、不生傲慢，心怀谦卑。双手合十不是作秀，
而是恭敬万物。我们低下头拜佛那一刻，也是不是在所求，而是懂得放下傲慢。人性往往愚痴而不自知，总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了不起，贡高我慢。这样的人往往德行也不会好。真正厉害的人内心有承载力，非常谦卑低调，因为他们懂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渺小自我，才能看到更远的世界。在易经中64卦，也唯有谦卦为上己，可见谦卑就是福。以上这4大特征，你身上有吗？阴德厚重，不仅是为自己修福，更能造福子孙后代。其实人这一生，追逐钱财也好，名利也罢，到头来都是一场空罢了，最终什么都带不走。唯一能带走的就是自身的业力，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因果业力真实不虚，行善定有善果，轮回之中别的财富都带不走，唯有业果随身。为子孙存钱，不如积阴德，存善业。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行善积德，愿你福报丰厚，幸福安康。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无论你身在何方，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